每次当你在纠结要吃什么，只要打开美团、大众点评，映入眼帘永远是销量前5至前10的店，评分4.9，满评都是好评。只要随便翻个评论，全是这家店绝了。姐妹们闭眼冲不会错，吃过一次都会想回来多吃几次。看到这样的评价就兴冲冲的跑去打卡，结果发现店里不是排队1小时以上，不然就是放菜平平无奇，甚至连路边小馆都比这好吃。紧接着你会发现，排行榜上吹上天的那些餐厅，不一定是真的好吃，而是营销厉害啊。我自己呢也不是没踩过坑，出门吃饭前第一步一定是先打开团购，看看有没有比到店买单更划算的价格，这已经形成了下意识的行为。很多餐厅的终极目的已经不是卖菜了，而是让你充值办卡。现在的餐饮行业啊，早就不是在比谁的菜更好吃，而是比谁的营销更狠，谁的套路更多。如今去餐厅吃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看菜单，而是先打开手机看美团、大众点评、小红书上的笔记推荐，甚至都不管菜品合不合适自己的口味，首当其冲就先冲着销量和好评去选。毕竟谁会去怀疑一间好评破万？可你不知道的是，这些数字背后可比我们想象的要水的太多了。因为各个地方的餐饮行业竞争激烈，商家如果想要自己的店铺出现在搜索排行的前几名里，光靠好吃是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漂亮的数据呈现出来给顾客。而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呢？靠真实的顾客评价？不，靠这个。很多新开张的店铺呢，一开始会通过低价团购、内部刷单去将销量提高。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样的事呢？这里呢就要说到今年春节期间，我就在一家新店做美甲，刚要结账的时候呢，我的美甲师就问我是否能在美团上多买几个团购，帮他们刷销量，然后店家再把多余的钱退回来。这样一来，店铺销量和好评就能在短时间内飙升，轻松挤进排行榜前列。正当你吃得开心的时候，这时服务员会走过来和你说，只要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就能获得1碗免费的甜品或者是菜品给你打折。这时候大部分人会拒绝吗？不，毕竟能多拿一杯饮料或者是1碗甜品，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我还会将手机递给服务员，直接帮我写评论。所以说这种做法早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如果说刷单换好评只是短期的营销手段，那餐厅还会用充值会员的套路来引诱你。这种也是最经典的捆绑消费方式，很多人应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吃完饭准备结账，服务员突然和你说，今天要是充值会员就能享受折扣哦，甚至有一些店让你在今天充值会员后额外送的代金券是不能当天使用，你是在被迫的为这家店未来的生意买单，除非你就是住在这附近，你也经常来这一家店消费，不然的话你这笔钱白白就送给了店家。当然了，除了餐饮行业的会员，还有很多商场的会员也是如此。如今我们在面对选择餐厅的方式早就变了，以前是靠朋友的推荐，自己去摸索，走到哪看到有店面就直接走进去。现在是打开手机搜索某某某地区必吃榜，不管这家店离你位置多远，都会为了这家网红店千里迢迢来打卡。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默认的心理逻辑，凡是出现在前5、前10的餐厅，肯定比排名靠后的更好吃。可放到现在来说，榜单的排行榜已经无法代表这家餐厅的真实水平了。我们也已经被养成了一种任何东西只看评分高的下意识行为。那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权，而是在潜意识里被销量和好评牵着鼻子走。我希望你听到这里时回想一下，在过往中你去过的一些评分高的餐厅，是不是有让你大失所望的餐厅？所以说排行榜越高的店铺越容易被人点进去，也是越容易踩雷。而那些明明味道还不错的地道小店，因为营销力度不够，刷单不多的餐厅就会被埋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我们认为自己是在做选择，我们只是跟着数据走。那对于刚到一个新城市旅游的人来说，不认识当地人，也没有朋友推荐，那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拿起手机搜一下必吃榜的网红餐厅，然后从评分高的店铺里面挑选一家，真正来吃过的本地人直接大呼踩雷。还有你一定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一些那些超级夸张的美食探店视频，在视频里呢，网红夸
夸张的表现，加上美食诱人的镜头，让你立刻想要加进收藏夹里。然而，当你真正去了，点了一桌子菜，尝了一口之后，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夸张。这样的营销方式真的有效吗？非常有效，因为人们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尤其是当你看到评论区里全是力推这家店好吃的留言，也更容易被网上的言论去影响你做的决定。在当下的餐饮行业呢，5星好评不仅仅是餐厅刷销量的手法，还是商家的生存底线，更是外卖小哥通过更好待遇的关键指标。在前面讨论这些什么所谓的套路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也是我自己在做调查，在中国旅游这几个月以来得出的一些经验。这些套路呢，其实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很少见，但是呢，现在陆陆续续也是在一些华人餐厅都能看到一些，就是在谷歌评论上面给他们5星，也会获得一些什么免费小甜品。然后在国内这段期间呢，我就发现有些餐厅服务是真的不错，外卖人员呢也有在尽力工作。有时候之所以会给出5星好评，不仅仅是在配合商家，也是出于将心比心的想法。就是每当遇到下雨天，我都会尽量避免点外卖，原因就是我会在路上看到那些在雨中奔波飞驰的骑手，他们可能需要冒雨骑行几十分钟，餐食送达之后，有可能还会收到顾客的差评退款。我也遇到过有很礼貌的外卖人员，我会毫不犹豫的给5星好评，或者是直接打赏。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有可能这位外卖人员仅凭这一条5星好评就能拿到额外的补贴。有些骑手在送餐后还特意打电话过来说，请求客户给予5星好评。这种情况下呢，我都会愿意点个5星好评，毕竟这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几秒钟的举手之劳，可对于他们来说是决定了这个月能不能多赚几百，今天能不能多领一点工资。那下一个问题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商家要拼命追求5星好评呢？说到底啊，这背后是竞争环境的压力。在任何东西都在内卷的情况下，更别说餐饮行业的内卷程度了。光是同一条街上都要为了排名争斗，每天都有新店倒闭，每个月都有新店开张。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呢，评分高低直接决定了店铺的曝光率、存活率，甚至影响它的租金回报率。如果一家店铺评分跌到4.0以下，那就再也进不了美团、大众点评和抖音的推荐页面上。所以很多商家哪怕明知道是套路，也不得不这么做，否则他们连竞争资格都没有。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消费者越来越难区分出哪些是真正的优质店铺，哪些只是广告营销出来的网红店。视频的结尾呢，我想说的是，这期视频并不是在批判餐厅套路有多不好，尽管它确实是让我们在无意间多花了点钱，我只是想要大家在享受美食的期间，还能更清楚地识别这些营销套路，同时也能理解在商业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很多商家和外卖骑手其实也只是想尽办法生存。希望大家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不要盲目去相信数据，同时也能对那些真正用心经营的店家以及辛苦工作的骑手们多一份理解和支持，同时记得自己也要避雷哦。好了，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